我明明是个炮灰男配，身边所有女人都被男主无情吸引，可不知道为什么，现在似乎一切都不一样了。曾经跪舔男主的高冷总裁，如今却时刻关注我的动态，一直看我不爽的青梅校花，天天都在忙着悄悄尾随我。就连前世害的集团破产的姐姐，现在都恨不得每天和我贴贴，男主都要气炸了，找了个金主对我疯狂抹黑。此时听完夏淑琴愤怒的讲述，张局长也是冷汗直冒，暗自庆幸我在钢琴界牛逼的消息还没在国内传播，还没有让民情彻底激愤，就还有操作空间。他连连对夏淑琴道谢，然后立马去处理舆情了。晨曦此时缩在公寓里面笑哈哈，只要我不好他就开心。何况在冷晚秋的砸钱扶持下，他创建的快抖账号也迅速崛起。他利用自己长相奶狗的优势，选择成为一名美妆和 cos 博主，画画奶狗妆 cos 一下游戏或动漫人物，几天时间已经积攒了几万的粉丝。虽然不如我那样夸张，但我现在已经被全网黑得不成人样。晨曦心里得意规划着，像我这样的劣迹博主，在网友们义愤填膺的指控下，应该很快就会被封杀吧。冷晚秋的能量比他想象的还要大，或许他可以旁敲侧击地暗示一下冷晚秋。想到冷晚秋，晨曦的眼神之中不可避免地浮现出来厌恶的神色。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恶心的女人？最恶心的还是冷晚秋对他竟然抱着愉悦的想法。要不是需要这个女人的势力和资源，他早就与她一刀两断了。晨曦这时突然发现我的账号竟然更新了，顶着这样大的压力还敢更新，别不是退网声明吧？然而他点开我视频，脸色就变了，甚至嫉妒到面容扭曲。他立刻联系冷晚秋，语气可怜巴巴：“晚秋姐，我有些难过，今天晚上你能陪我喝酒吗？没有你的话，我一个人不敢喝。”冷晚秋声音有些急促：“你说什么？等我，马上到。”2分半后，冷晚秋赶到公寓。小溪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心情不好吗？晨曦泪眼朦胧道：“晚秋姐，我只是有些难过，为什么那些伤害过别人的人，依旧可以那么开心的生活着，并且活得那样好？”冷晚秋看着晨曦这柔弱的好像要破碎的样子，心情不自禁地揪了起来。他当然知道困扰晨曦的是谁。小溪，我向你保证，宋墨他蹦跶不了多久了，我马上给官方压力，让他在快抖上被永久封杀。等到我在魔都站稳跟脚，便开始全面打压宋家。小溪，我不会让你受委屈的。冷晚秋含情脉脉的眼神落在晨曦的身上，晨曦立马一阵恶寒，内心几乎要呕吐，但还是哭着道：“冷姐，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样报答你才好。”冷晚秋内心越来越燥热，晨曦实在是太戳他的性癖了。小奶狗的长相，柔柔弱弱，缺乏安全感的性格，真就像是绵羊一般可爱。要是能够将他肆意蹂躏，他立马握住晨曦的手，内心微微荡漾。小溪，冷姐会一直关心照顾你的。晨曦感觉真要吐了，这个贱女人为什么在自己身边的不是安以诺？她宁愿舔安以诺的白丝小脚，也不想再看见冷晚秋的这张脸了。离开晨曦的公寓，冷晚秋立马给自己的秘书打电话：“林秘书，你去给快抖内部的工作人员施压，我希望在1周内看见宋墨被封杀的消息。”电话那边声音有些苦涩：“冷总，有件事情和你说一下，今天我接到上面的警告电话，不要再去做针对宋墨的任何事情，并且迅速撤离水军，赶快将这点风波给平息，否则上面也只能公事公办了。”冷晚秋立刻意识到不对，宋墨是找到靠山了没有？但是他自己就是自己的靠山。随即林秘书发送了一份文件给冷晚秋，冷晚秋皱着眉翻阅，眼睛突然瞪大：“什么情况？宋墨不就是一个小家族的继承人吗？为什么这么棘手？”不久后，大量黑我的视频被下架，所有博主被封禁账号，各种国内主流报道接踵而来。19岁天才少年技经巴黎，世界名人惊叹，被世界级大师李斯特收为弟子，誉为钢琴史上最具有天赋的人，最年轻的大师。他的真实身份破灭，央视点评：9万里风鹏正举，举目起壮志，破云翻秋雁高飞，荡胸生豪情，须知少日晴云志，曾许人间第一流。这几天我快抖的粉丝直线飙升上涨，夏柔开心的隔几分钟就看一眼账号，心里面欢欣雀跃，很想和我分享，可惜我的反应比较平静。宋墨难道就一点都不激动吗？还天天在练拳击，他明明只需要成为一名优雅的钢琴家就好了呀。夏柔不理解，但是却很佩服我。安以诺一直都非常关注我的消息，他知道我去法国是参加比赛去了，但是没想到竟然是在巴黎大剧院演出。他将袜脱掉，雪糕一样的小脚踩在被子上。宋墨，就算你是神仙下凡，你也不能不搭理我。去个法国了不起啊，在巴黎剧院弹钢琴了不起啊，被各个新闻媒体吹上天了不起啊，凭什么不正眼看人？他看着手机聊天页面，心里面的憋屈更是要突破天际。老娘给你发了几十条信息，你一条也不回。宋墨真有你的啊！安以诺抓起旁边的抱枕就是一阵狂轰滥炸。宋墨，惹上本小姐你完蛋了。看到网上关于我的一连串新闻，林微微也很惊讶。这段时间她一直查是谁在黑我，最后查出来是冷家的冷晚秋。她正准备在我火烧眉毛的时候出手，好得到我的感激，却没想到我自己就解决了。林微微嘴角微微勾起一丝弧度，这个小男生实在是太有趣了，我真是好奇他还能带给我怎样的惊喜。晚上冷晚秋接到家族的电话，电话那边的中年男人开门见山：“本来你的能力我是看在眼里的，但你这件事处理的让我很不满，家里面也很不满，早点收尾吧，不要影响到你自己。”冷晚秋放下手机，面色阴晴不定，一方面觉得很难和晨曦交代，一方面他心中极为不甘。即使是在京都，他也是同辈之中最优秀的那一批，但是为什么会在魔都一个小小的宋家上栽了跟头？沉思了半晌，给林秘书打去电话：“宋墨的事收手吧。”然后拿出关于我的资料细细翻看起来，在我身上遭受到的挫败，让他对我也生起了一丝兴趣。而晨曦满怀期待地等待着他的消息，最终等到的却是冷晚秋告诉他：“我暂时还动不了，只能等待将来找到合适的时机。”他当即失落地挂掉电话，心中不仅怨恨我，连带着冷晚秋也恨了起来。早知道这个肥婆要是连这点能力也没有的话，他又何必委曲求全？晨曦感觉嫉妒的实在是要发疯了。我拥有
有的一切都是他梦寐以求的。何况最近安以诺总是因为我走神，甚至在课堂上也刷我的视频。宋墨到底凭什么？陈曦气得咬牙切齿，他一遍又一遍地看着我的视频，视频之中的我简直就是完美男神一般的存在，优雅又有修养，就像是在自己的主场之中的王者，总有一种从容不迫的气质。正是因为太过于完美，陈曦的心中就更加的嫉妒起来。要是他也像我一样有着这样良好的家庭环境，他肯定也能够做到，甚至能比我做的还要好。看着我和宋婉柔双人合作的视频，注意力集中在宋婉柔身上，好像这是宋墨的姐姐。陈曦眼睛一亮，心中打起主意，不属于他的只要抢过来就好了。宋墨，你的姐姐是我的。